什么是断崖式水位？人看似在湖边，实际上再往前一点就是断崖，一念之差决定生死。各国海军潜艇中经历的海中断崖事故几乎没有成功脱险的案例。那我们出去游玩时又该怎么判断呢？小计驾到，啥都能唠。断崖式水位就是看着水很浅的区域，但是再往前走一步就会变得特别深，就像是水中悬崖一样，让人防不胜防。那我们该如何区分断崖式水位呢？主要看清水的颜色，水浅则清，水绿则深，水蓝则广，水黑则渊。如果大家看到水面上有非常明显的颜色区别时，最好就不要再往前走了。就拿我们云南的福仙湖来说，它就是非常典型的断层湖。福仙湖属于断层陷落湖泊，它的形成大约是在300多年前，当时由于地壳板块的剧烈运动，造成了喜马拉雅山脉的突突，从而引起了一系列断层储水以及食盐熔融现象，在云南高群山中也形成了非常多的湖泊，而福仙湖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。它的内部形状看起来就像一个漏斗，可怕的是面积比滇池还要小，但是储水量却是滇池的10倍以上，所以去游玩一定要小心。除此之外，出去游玩还要注意离岸流。离岸流是什么？被卷入该如何自救？2022年7月31号，青岛市市南区第3海水浴场2名年轻男子被大浪卷入了海中，不幸身亡。根据分析，他们先是被大浪掀翻，又被离岸流带到了水流的深处。在大自然面前，人类根本无法抗衡，才造成此次事故的发生。离岸流到底是什么？离岸流也叫做裂流，受到海浪和地形的两股力，朝着岸边冲的一股狭窄又强劲的水流，流速很快，所以不容易被人察觉。不管是下雨还是晴天，都有可能发生，出现在各种类型的海滩上，几秒就可以把人带到外海区域，非常可怕。那怎么辨别离岸流呢？离岸流出现的地点海底都比两岸低，所以离岸流不容易有浪花，比它高的两边会有白色的浪花朝着岸上冲，而它则会带着岸上的泥沙一起卷入海外区域。由于离岸流是较深的水流，肉眼看颜色会比周围的水更深一些，大家可以多观察。但也有一些离岸流看着没什么浪花，同周边的白色浪花和涌浪相对比较安静，看到这种情况也需要格外注意，因为稍不留神就可能遇到了离岸流，从而被卷走。那如果我们遇到离岸流，又该如何自救呢？如果被卷进离岸流，该如何自救呢？典型的离岸流流速一般是2米每秒，超过了一般人游泳的速度，所以就算会游泳，也很容易被离岸流带走。由于离岸流的流速很快，流动的区域也比较狭窄，因此尽管是接受了正规的救生员，也会被离岸流拉到外海。因此被卷入离岸流后，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冷静下来，因为离岸流不会把人拖入海底，只是带到离岸边较远的外海区域，所以只要吸入足够的气体，人就会漂浮起来。同时你也不要和离岸流反着来，甚至尝试逆流往岸边走，这样只是白费力气，而是要保持镇定，用最省力的踩水或者漂浮，然后呼救等待救援。紧接着你最好顺着离岸流水流方向，又或者和沙滩平行的方向游，这个时候只要等到脱离离岸流，然后你再朝着岸边游，或者放松身体，等待岸边的救生员营救。如果你在外游玩时碰到了离岸流的遇难者，最好不要贸然下水去救他，可以给予他一些漂浮的器具。对此您有什么想说的，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大家